我是圈内第一黑红女星，不想突然开了预知未来的金手指。于是，当主持人问我给粉丝什么建议的时候，我脱口而出：买彩票吧，彩票号531235。黑粉笑我扫把星一个，还叫人买彩票，脑残吧？没想到1周后，彩票开奖，我报的号码是5000万的特等奖。经纪人给我和宋婉婉接了一个综艺，这个综艺主要是为了捧宋婉婉，而我呢，就是上去给她当背景板的。综艺结束的时候，主持人问：新的一年，大家对粉丝有什么建议吗？宋婉婉温柔一笑，开口道：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注意健康，照顾好自己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脱口而出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去买彩票，买彩票号为531235。我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是一愣，紧接着弹幕里开始疯狂大笑起来。苏琪这是疯了吧？竟然叫人买彩票，还给一个确切的号，他以为他谁呀？就是一个扫把星，谁沾上他谁倒霉的臭狗屎，还教人买彩票，笑死人了！跟小婉一样，给大家一些真心的建议不好吗？一定要搞这些有的没的，真是爱炒作。网友一如既往的对我一阵嘲讽羞辱，可我却根本顾不得，因为我自己都被吓出一身冷汗。刚才主持人问我有什么建议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也是想说一点祝福的废话，但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脑壳突然一疼，紧接着脑海里突然就冒出来彩票开奖的画面。画面里开出来的5000万的特等奖就是531235，那画面太过真实，于是我脱口就说了出来。我心有余悸地揉着太阳穴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被网友黑多了，黑出精神衰弱了吧？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我跟经纪人请了个几天假在家休息。这天我正蒙着被子呼呼大睡，不想我的经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。我不情不愿地拿起手机接通，就听见他在手机里尖叫：苏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彩票特等奖号码的？我整个人一阵懵，拿出手机一看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彩票新的一期公布了，5000万的特等奖531235，和我当时在综艺里说的号码一模一样。一开始大家都没注意到，但最后是不知道哪个网友突然说了一句：这号码怎么好像和苏琪前几天在综艺里说的一样？大家去一看，发现还真一样。网友这才炸开了，直接把我顶上热搜。什么情况？特等奖怎么和苏琪说的彩票号一模一样？这是巧合吗？7位数都猜中，这巧合的概率也太小了吧！我的天，这次特等奖没人抽中是吗？所以说，如果我当时听苏琪的话去买这个号码的彩票，我是不是就中了5000万？所以苏琪是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？得了吧，如果苏琪真的能预知未来，她自己怎么不去买这个彩票？要我说，这真的就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巧合罢了。网友们讨论的热火朝天，就连我的经纪人都继续追问我：苏琪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彩票号码的？我完全答不出来，因为我就是莫名其妙看见的呀。如果我知道这真的会成真，我肯定早就去买彩票了呀。大概是看我的态度也太过震惊，经纪人这才慢慢接受了这是个巧合。他继续对我说：不管怎么样，咱们现在的热度的确是很高，你借这个机会多发发声。这不，最近快高考了，你就发个微博祝福一下高考学子吧。我懵逼地点点头，这才挂断电话，拿起手机准备编辑微博。可没想到这时候我脑壳突然一疼，紧接着一个画面一闪而过。画面里是一张语文考卷的作文页面，题目里密密麻麻好几行字，但因为那画面一闪而过，我还没来得看完，只看到一句最重要的：请以时间飞逝为主题，写一篇文章，体现你的感受和思考。我懵了，这熟悉的感觉和上次我看见彩票开号一模一样，难道这一幕也会成真？我拿着手机犹豫再三，终于小心翼翼地编辑了一条微博：高考快到了，希望学子们考试顺利。话说我刚看了一篇高考范文，觉得写得不错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然后我去找了一篇时光飞逝为主题的高考范文，贴在链接里。这微博一出，我的那些黑粉又立刻抵达战场。苏琪，你是傻逼吧？祝福考生就祝福考生，贴什么范文啊？你以为你是语文老师？猜中一个彩票就在这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可真是有够不要脸的。面对这些嘲讽，我早已习以为常。毕竟我从刚出道开始，经纪公司就给我定的是黑红路线，被骂对我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。因此，我只是内心毫无波澜地关掉了手机。看来这幻觉的毛病还没好，我得再躺一躺。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，我没有再出现那奇怪的头痛和幻觉。我慢慢放下心来，专心开始拍戏。可没想到这天，我刚拍完一场薇娅戏下来，剧组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跑到我面前，兴奋地大喊：苏琪，你这下可真是火了呀！刚从薇娅下来的我还有点头晕目眩，一脸迷惑地看着大家，他们就已经直接把手机我脸上。我这才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原来今天高考全国卷的语文作文题目出来了，竟然和我之前看见的画面一模一样。
真的是以时光飞逝为主题写一篇作文。高考刚结束，许多考生就来我之前发的那条微博留言。我去，我昨天是复习的太累了，刷一会微博才看见苏琪发的这个范文。我就是无聊点进去了一下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考到了。我也是，我在考场上激动得快要笑出来。幸好我看了这个范文，写起来特别顺手。妈呀，我也是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其实本来是苏琪的黑粉，可经过这次的事，我决定做她的死忠粉。天哪，我好后悔。为什么我昨天看见这个微博后只是嘲笑苏琪？我为什么没点进去看范文？最开始只是考生在我的微博下疯狂留言，后来越来越多其他网友也注意到这件事，纷纷过来围观。什么情况？苏琪这是提前猜中了高考全国卷的作文命题？不会吧！我的妈呀，这是之前彩票事件后他第二次预言成功了吧？他该不会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吧？楼上别扯了，咱们能尊重科学吗？怎么可能有人能预知未来？巧合罢了。但这2次巧合的事情概率都太小了。别的不说，苏琪这嘴绝对是开过光的。是的，只要听苏琪的，现在妥妥都是人生赢家。娱乐圈其他小花们，快别营销什么预言家人设和锦鲤人设了，你们和苏琪一比，都是渣渣。没错，我这个苏琪曾经的黑粉表示，从今天起我要让苏琪当我的女神，每天转发。这才短短半天，我这条微博下面已经100万留言，妥妥的顶流待遇。就连剧组里的人都忍不住问我，苏琪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次的高考作文题目的呀？我这才回过神，赶紧开口道，我就是随手转的一个范文啦，开玩笑。我总不能实话实说，我好像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吧？毕竟预知未来的确是太科幻，剧组的人也很快接受了这个说法。不只是剧组的人，其实网友们大部分也不相信预知未来这种能力的存在，但这不妨碍网友们玩梗。有的人把我的图片做成了锦鲤菩萨，纷纷表示转发这个苏琪荣华富贵金榜题名全都不是梦。还有的人给我的照片 P 上水晶球和预言家的头纱，大喊着关注这名预言家，下一个掌握未来的人就是你。接下来的短短几天，我的微博粉丝暴涨了100万，我这下是真的火了，源源不断的资源开始找上我。多年女配的我终于熬成女主，我的经纪人乐开了花，而我却还有更在意的一件事，就是我的那个预知未来的能力。毕竟要知道，虽然娱乐圈挣钱，但也比不上预知未来牛逼呀。比如再给我来一次预知彩票中奖号码，我可不就直接发财了吗？于是我努力的想找到我这个预知未来能力触发的条件，想再一次触发，可我用尽了所有的方法，都未能再次触发预知未来的画面。我这才不得不接受，我这个能力就跟抽风一样，是不定期发作的。我也不知道这能力下一次会什么时候发作，又能看见什么未来的画面。于是我只能老老实实的继续认真拍戏，认真提升演技。毕竟我很清楚，我这种热度是维持不了太久的。我必须抓紧这个热度，拍出我的代表作，才能得到真正的粉丝和流量。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好好拍戏，做个好演员。可偏偏有些人不给我安分的机会，比如宋婉婉。宋婉婉和我是同一批进公司的，和我这种艳丽的长相不同，宋婉婉的脸是这几年最流行的软妹小白花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经纪公司当初签约的时候就决定捧宋婉婉，而我就是那个反衬她的妖娆贱货。这些年，宋婉婉早就已经习惯我是她的垫脚石，所以当我突然走红压过她一头的时候，她根本无法接受。这一天是我们公司年会，公司安排我压轴，她就气坏了。苏琪，你少得意了。在后台碰见的时候，她就对我冷冷开口，不过是运气好蒙对了2次，我看你能红多久。我告诉你，舞蹈已经许诺我了，会让我演他下一部戏的女主。舞蹈是圈子里有名的大导演，演了他的戏，的确可以直接咖位晋升。我刚想说那恭喜你啊，但没想到就在这时候，一阵熟悉的头疼传来，我眼前又闪过了画面。只见画面里竟然是宋婉婉。宋婉婉不是一个人，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。我认出来，正是宋婉婉之前炫耀的舞蹈。可怕的是，照片里面的情景已经不能够用大尺度来形容，简直是血腥可怕。画面紧接着一变，我看见宋婉婉躺在血泊里，毫无生气，很显然已经是死了。啊！我惊恐地发出一声尖叫，耳边立刻响起了宋婉婉不悦的声音：“苏琪，你神神叨叨的干什么？吓死人了！”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眼前的画面全部消失。我看着眼前的宋婉婉，此时的她虽然对我横眉竖眼，却是鲜活的。只见他白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要走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猛地抓住了他的手。你干什么？宋婉婉瞪着我，满脸防备。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自己的言语，最后只能蹦出来一句：“你还是离舞蹈远一点吧。”宋婉婉听见我的话一愣，但随即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：“怎么了，苏琪？你这是担心了？”
担心我演了舞蹈的戏之后大红大紫，成了公司的一姐，你就比不上我了。看着宋婉婉这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简直快要气死了。我才不是担心你大红大紫，是因为我想了想，最终决定实话实说，是因为舞蹈这个人有问题，我担心你跟他合作会被他害。宋婉婉听见我的话一愣，随即气得哼了一声：苏琪，你撒谎也打大草稿，谁不知道舞蹈是圈里面出了名的大艺术家，他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。我张嘴还想说什么，可是宋婉婉已经打断了我：苏琪，你别说了，反正我一定会大红大紫的，你等着吧。说着，宋婉婉直接转头离开了。我看着宋婉婉的背影，又无奈又着急，但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劝宋婉婉，她肯定都会以为我这是在嫉妒她，故意要挡着她大红大紫的路。可我又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宋婉婉去死吧？毕竟要知道，虽然宋婉婉跟我有资源竞争的关系，进圈子这么多年，我也的确是一直作为她的反衬，被她压着。可这其实更多的是公司里的人设，跟宋婉婉本身没有关系。而宋婉婉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虚荣，说话也有点不好听，但是归根结底罪不至死。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，也不救他吧？可他又不听我的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认真思索了一番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有了一个主意。3个月后，紫薇饭店，昂贵的包厢里，宋婉婉热情地举着酒杯：舞蹈，这次选角我真的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拿到你2号这个角色的。舞蹈对宋婉婉的敬酒却是淡然地摇了摇头，我选这个角色完全是因为你适合，所以你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谢你自己。宋婉婉听到舞蹈这义正言辞的话，心里更是乐得开了花，一边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地吐槽，这个苏琪果然是眼红病，竟然还说舞蹈有问题，像舞蹈这么正义的人怎么可能会害我呢？想到这，宋婉婉毫不犹豫地就将酒杯里的酒喝尽，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旁边舞蹈眼底闪过的那一丝金光。1个小时后，宋婉婉被副导演扶进酒店房间，副导演还在絮絮叨叨：婉婉，你看你不会喝酒就不要喝了，喝得这么醉，赶紧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吧。宋婉婉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心里却是暗暗的疑惑，奇了怪了，她的酒量明明很好的，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是喝了1杯酒，竟然就醉得这么厉害。她稀里糊涂的在酒店房间里躺下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热得有点奇怪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突然听见门咔嚓一声开了。是谁？他勉强抬起头来，原本以为是酒店服务之类的人员，可没想到抬眼就看见了舞蹈，他整个人愣住了。舞蹈，你怎么来了？舞蹈笑了，你说我是来干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我给了你这个女2号的角色，你要好好谢谢我，现在可就是你付之于行动的时候了。宋婉婉听到这话不由呆住，她还来不及反应，就眼睁睁地看到舞蹈打开了一个随身的行李箱，看见行李箱里的东西，宋婉婉大惊失色，这舞蹈竟然是个变态！不，宋婉婉拼了命地摇着头，挣扎地想要后退，可偏偏她浑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。这时候她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，你给我喝了什么东西？她虚弱地尖叫。舞蹈的笑容只是愈发狰狞，我给你喝了什么东西，你过会就知道了。宋婉婉这一阵绝望，脑海中突然想起苏琪那个时候跟她说的话，不要靠近舞蹈，不要接她的戏，因为她会害你。宋婉婉真的是欲哭无泪。原来苏琪早就提醒过她，可偏偏她没有听她的。追悔莫及之下，舞蹈已经扑了过来，可没想到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门突然被砸开了。只见闪光灯响起，伴随着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舞蹈吓得半死，挣扎地站起来。你是谁？定睛一看，他整个人愣住了。张伟。只见眼前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圈内最有名的狗仔张伟。只见张伟一边拍照一边迅速地说道：请问舞蹈，你这是在潜规则这位女演员吗？不对，张伟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我看这女演员脸色不太对，该不会你用了什么阴招吧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舞蹈慌了，忙不迭地想开口解释，可是张伟却是微微一笑，没关系，等我把照片发出去了，到时候再采访一下这个女演员，我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我胡说八道，还是你在这边满口狡辩。舞蹈这下更慌了，但他也知道跟张伟这种人根本就没办法硬拼，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。于是他只能狼狈地抓起自己的东西落荒而逃，心里想着自己到时候再花钱叫张伟闭嘴就好了。而这边张伟在舞蹈走了之后，立刻就扶起了宋婉婉，把她送到了医院。等宋婉婉到了医院，药效退了之后，他感激地看向张伟，真的多谢你了，这次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想到刚才舞蹈放在箱子里面的那些东西，他就浑身发抖。这已经不是被潜规则这么简单的问题了，可能命都会丢掉。可没想到张伟听见了他的话，却是不在意的摆了摆手，你要谢谢的人不是我。宋婉婉这才愣住了，那应该是谁？张伟回答，是苏琪。宋婉婉彻底呆住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这一边我就已经走进病房。我往病房的墙上一靠，懒洋洋地开口道，怎么样，宋婉婉，你现在相信我之前说的话了吧？没错，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的安排。
之前我就已经预见了吴导对于宋婉婉不怀好意，我想要劝导宋婉婉，但是宋婉婉却不理会我的劝导，认定我是眼红嫉妒。我只能够想出另外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找到张伟。我找到张伟的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之前随着我在网上的那2个预言成真之后，张伟就在后台联系过我。张伟在狗仔里面是非常封建迷信的那种，各种问我是不是请了什么仙才可以猜的。我原本是懒得理会他的，但是在遇见了宋婉婉的事情之后，我就打算利用他一把。于是我神神叨叨地回复他，故作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样子，让他更加坚信了我是真的请了大仙儿能预见未来。我这也没骗他，我的确是能预见未来，只不过我真跟牛鬼神蛇没什么关系，而是我自己触发了一个奇异的能力。在张伟完全相信我之后，我就给他爆了一个料。我跟他讲吴导的真面目。张伟一开始还有一些震惊，毕竟姓吴的实在是装得太好了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他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。可是考虑到我之前的2次成功预言，张伟还是很相信了我，开始跟拍吴导。这拍着拍着，他就发现吴导的确是有问题。也是因为他的跟拍，所以他才能够在紧急关头救下宋婉婉。这也是我给他的条件，我告诉他了这个大料，他必须得帮我救下宋婉婉。宋婉婉此时也搞清楚了事情的起因经过，她怔怔地看着我，许久低声开口道：“苏琪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明明对你那么不好。”我听见宋婉婉这话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你对我的确不怎么样，虽然说拉踩是公司采用的政策，但是宋婉婉这些年也没少给我白眼看。”但是我又补了一句，但无论怎么样，这都不足以让你成为被人害死的原因。不仅如此，我顿了顿，开口道，我也希望曝光吴华这个人的真面目，吴华就是吴导的真名。而我的打算也不只是帮助宋婉婉那么简单，既然我让张伟插手了，我就是要让彻底曝光吴华的丑陋，免得再有无辜的女孩受害。说着，我笔直地看着宋婉婉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宋婉婉愣住，但下一秒她就下定决心一般猛地抬起头，我愿意，如我所说的一般，我对于吴华这样的人渣根本就没有任何要客气的意思。我让张伟直接曝光了他拍到的酒店里面的一幕，当然我让他直接将宋婉婉的脸马赛克处理掉了。这事儿我是提前得到了宋婉婉的同意。在经过宋婉婉同意的时候，我还再三提醒她，虽然打了马赛克，你还是有可能会被曝光的，你确定可以把这些照片放出去吗？虽然说宋婉婉最后并没有被吴华所害到，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，哪怕你是无辜的受害者，哪怕你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受害，但是网络暴力依旧可能会指向你。你受到了侵害，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衣服穿得太少了；你受到了骚扰，可能是因为你平时的态度就让人不能够尊重。总而言之，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网友是觉得受害者有罪论。我原本以为宋婉婉会不同意，毕竟认识这些年，我知道她偶像包袱有多重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张伟很快就整理好了照片发到网上，包括他之前跟拍吴华的一系列证据，直接将吴华的罪证暴露了个明明白白。虽然吴华那边在知道自己被张伟拍了之后，早就已经试图花钱摆平这一切，可是张伟全部都拒绝了。主要是我在他心目中这个神神叨叨的大仙形象实在是太过于落实了，他宁可少赚一点钱，也不想要得罪我。不得不说，吴华这个人也是有够狠的，见花钱摆不平，竟然还试图想要了张伟的命。但神奇的是，我的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仿佛自己有灵性一般，每次在吴华想要害张伟的时候，我预知未来的能力都会突然显灵，完美的帮助张伟避开这些危险。这么几轮下来，张伟就对于我大仙的能力更加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再也不敢有任何忤逆我的意思。张伟的曝光一出，热搜直接就爆了，不少曾经被吴华害的女孩也都勇敢地站了起来发声。当然，还有很多女孩都已经发声的机会都没有，永远的沉默死亡了。毕竟吴华的影响力还是在的，微博甚至都瘫痪了好几次，网友们一片瞠目结舌。天啊，真没想到吴华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、正人君子的样子，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渣，太可怜了。这只是一个被拍到的受害者，谁知道他以前还害过多少无辜的女孩？这种人渣就应该下地狱。在震惊之后，网友们更加愤怒，在舆论对吴华口诛笔伐，甚至警察都介入了。毕竟吴华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法律问题。眼看着舆论愈演愈烈的时候，可不想这时候突然杀出来了一个营销号，直接曝光了宋婉婉的身份。这个营销号不仅曝光了宋婉婉的身份，更是将整个事件描绘成是宋婉婉为了争取电影的角色，主动给吴华下药，故意摆了吴华一道。这个营销号讲的绘声绘色，将吴华给描绘成了一个单纯无辜又被恶毒女人算计的可怜男人，而把宋婉婉给描绘成了一个蛇蝎美人、心机女的形象。这新闻一出，张伟那边立刻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张伟在电话里边骂骂咧咧，这个营销号的背后就是吴华。
他现在想要通过证明自己被宋婉婉给吓仙人跳，我听见张伟的话并不吃惊。我就知道吴华那边总会有应对的政策，但没想到他的手段竟然如此的低劣。我对着张伟冷冷开口道：既然如此，你直接把当时我的录音曝光吧。没错，因为早就算到了吴华那边会反击，因此我特地让张伟留了一个后手。其实那一天张伟在冲进酒店房间的时候是开着录音的，因此他手里面不仅有他拍到的那几张照片，更加是有录音在。对于照片可以看图说话的编故事，可是录音却是没有办法造假了。张伟在那边立刻应下来，好嘞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随着张伟的第二轮录音曝光，吴华彻底被打死在坑底。吴华是彻底翻身不了，更不要说警察已经调查到证据，他可不只是要退圈那么简单，更是估计要去踩缝纫机了。不过如同我所预料的那般，随着宋婉婉的形象曝光，还是引来了很多的麻烦。有一些网友开始冷嘲热讽，阴阳怪气地说，这么多女演员怎么偏偏就找上宋婉婉呢？要我说也是宋婉婉自己不检点，可不是吗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宋婉婉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算她是无辜的也被玩烂了，谁还要她呀？不过万幸的是，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变好了太多，或许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过太多网络暴力无辜的受害者，这一次除了这少部分阴阳怪气的网友之外，大部分的网友还是保持了正义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受害者有罪论，难道有狗咬了你一口也是你的错吗？就是说这种话的，一看就是一个恶臭男人，真希望以后你也能够遇上这样子的事情。宋婉婉就是受害者，哪怕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也是受害者，我支持她。没错，姐姐我今天就要当宋婉婉的粉丝，怎么了？就是要支持无辜女孩。在网友的捍卫之下，宋婉婉的形象并没有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跌入谷底，相反，因为更多网友的怜悯，她竟然还直接红了一把，这让我非常欣慰。我原本以为我帮宋婉婉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这事竟然还有了后续。这件事的起因是吴华某一个剧组的选角导演出来的爆料，爆料里面声称宋婉婉的这个角色其实本来是我的。对于我这种平常都是演电影电视剧的咖位来说，绝对是一个天价的大好饼子，可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而在爆出这个料的时候，就故意引出了这么一个概念，苏琪是不是跟之前预言彩票跟高考命题一样，早就已经知道了吴华的真面目，这才故意拒绝了这个本子呢？这个话题一出，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在意，还真有人像模像样的分析了起来。我觉得这非常有可能，不然按道理来说，就吴华之前的口碑和这个电影这么好的大制作，苏琪没有道理拒绝的。那就有意思了，苏琪既然知道了吴华的真面目，为什么不告诉宋婉婉呢？他们里本来就是同一个公司的吧？对呀，苏琪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直接曝光吴华的真面目呢？防止有更多无辜的受害者。可能是觉得没证据吧，毕竟吴华后台挺硬的。但就算不当众曝光，告诉宋婉婉一声，让她不要往火坑里跳也行吧。当宋婉婉那么多年粉丝的我说一句，宋婉婉和苏琪关系很差的，苏琪一直都嫉妒我们家婉婉的资源好，她害我们家婉婉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好心提醒婉婉呢？会不会苏琪其实根本就是故意的，故意知道了吴华的真面目，才把这个角色让给宋婉婉，就是想让宋婉婉被害？哇塞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很显然，网友们对于这种同门撕逼的剧情是最爱看不过了，因此传得越来越有鼻子有眼的，甚至不少人又开始网上骂我。我看到网友的这些评论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这些人编故事的能力可真强啊！我本来是不想理会的，毕竟这只不过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舆论罢了，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发酵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宋婉婉竟然发声了，她直接发了一条微博@我。苏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更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允许你们诋毁她。我真是震惊了。自从我之前帮了宋婉婉之后，她对我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。从以前对我的爱理不理变成无比的殷切，每天都要跟我发微信聊天，还三天两头的约我出去吃饭和逛街。我被他搞得非常头疼，几次三番的跟他讲大可不必这样，可他偏偏还很坚持。没想到现在更绝了，只不过有几个网友在说我，他竟然就这样子出面维护我。不只是宋婉婉，张伟那边也很快发生了，很多人问我是怎么知道吴华的真面目，并且跟拍他得到那么多证据的。我今天就告诉大家，是苏琪叫我去做这一切的。所以那些骂苏琪的人，你们可真是骂错人了。我看着宋婉婉和张伟的这个发言一阵头疼，给他俩直接打电话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不要曝光我吗？因为担心自己预知未来的能力太引人注目。我之前就跟张伟和宋婉婉说过，这次的是要保密。他俩却都是哼哼。我们是想保密啊，但那些人都骂到你头上了，但不能忍，我更加无奈了。苏琪和张伟的发言一出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什么情况？所以苏琪不仅没有害宋婉婉，还是宋婉婉的救命恩人。我的天，
曾经的竞争对手却救了我。KSWL 真的是太甜了。不仅如此，张伟也是苏琪安排的，所以吴华能够被拉下马，全都是苏琪的功劳。可苏琪是怎么知道吴华的真面目的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超能力吗？网友们对我的辱骂现在清一色的变成了夸奖和好奇，而之前骂我骂的最凶的那几个号更是不敢吭声了，甚至不少人直接注销。我是彻头彻尾的火了，更不要说我后来拍的几部戏上映，大家一开始只是带着我预言家的人设想去看了热闹，可看了之后都被我的演技所征服，我彻底成了圈内的顶流。至于我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后来我也的确有过几次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但我在使用这个能力给我带来的信息却是非常小心。我后来也遇见过彩票和一些股票的内容，如果按照这些信息去购买，我知道我肯定能发财，但我没那么做。一方面是我不想真的让人知道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免得我被直接抓过去做研究，另外一方面也不是我不缺钱，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总觉得我这个能力已经帮了我很多，我应该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。比如吴华那一次，我帮助了很多可能会被他害的无辜女孩，于是每次我预知未来到别人的危险或者坏人的信息的时候，我都会充分利用，曝光坏人，拯救无辜的人。我想这才是我得到这个能力存在的真正意义吧。